我叫云娇，16年前穿进了一款叫深宫的单机游戏，开穿的是我自己捏的角色，国子监主簿之女云娇。当初为了省钱，我连648都没舍得充，硬是靠耐心刷出了平民顶配数值，体质800，气质500，心计100，这逆天数值是用琴棋书画一窍不通换来的。但我没想到选秀走个过场，太后居然看中了我，封为云答应，择日入宫。入宫前夜，娘亲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汪汪。娇娇，进宫后行事要谨慎，说话再三斟酌，开宫没有回头箭。我乖巧点头，心里想的是开宫没有回头箭，但在我这儿可以有，因为就在当晚，我激活了回档能力，3个存档位，随意读档，龙潭虎穴也能闯一闯。入宫当天，我存了第2个档，第1个档是昨夜伏在娘亲膝上时存的。万一在后宫受委屈了，还能回去撒个娇，治愈一番。储秀宫里住着8个秀女，2人一间，教习嬷嬷让我们抽签分房，其他人惴惴不安。我反手存了个档，抽签好啊，这不就是刷开局吗？抽到朝北的屋子，室友是张常在，他说不想跟我一间屋，我说我也是。然后回档，抽到屋子朝向好，但有没位回档，抽到屋子朝向好，室友也和气，但离宫房太近，回档抽了6次，终于刷出各方面都满意的屋子。安置好后，去清心堂学规矩，叶嬷嬷教布菜，说了一遍15种忌讳，然后让我们实践。张常在突然说，云答应如此沉着，想必极有把握，不如他先来吧。我瞅他一眼，我倒是不介意先来，就想知道姐姐是想把常在位分也一并礼让给我吗？他涨红了脸，叶嬷嬷点了我的名，云小主先来吧。我接过筷子，布菜用的筷子比寻常的重，对娇气的闺阁女子来说已是考验。我10次里只有3次能成功，而我只需要刷出那3次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镇定自若地夹飞了1颗蛋，在蛋落地之前，我果断回档，蛋回到筷子上。这一次，我稳稳将它夹到碟中。完成一切后，我笑吟吟放下筷子。叶嬷嬷吃惊，竟挑不出毛病。张常在轮到他时，筷子都拿不稳，把豆腐夹得稀碎，受到了惩戒。叶嬷嬷告诉我们，这惩戒只是让你们长长记性，真正的惩戒比这严重10倍甚至100倍。用膳时何尝再凑过来？托云答应的福，你做的那么好，还提点了我们，人真是极好的。云答应怎么没告诉我？你是紧随其后的第2个，他要如何告知你？张常在拉下脸，我看他就是诚心针对我。我托着腮，没来得及说话，有啥好生气的？实在不爽，我就冲上去酷给对方2拳，再回档恢复心平气和。太初2年6月13日，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天皇上被困在了这一天第12次。听说那个工作狂皇上看着被批阅完的奏折变回原状，心态终于崩了。他让银禄传淑妃，淑妃款款而来，温柔给他捶肩，用过膳。淑妃去沐浴更衣，他纤白的手替他解下龙袍，下一秒龙袍归位。皇上不信邪，几分钟后龙袍重解，谢裤刚退下一点，又回到原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龙脉熄火了，生理上1秒倒退，心理上被狠狠憋到，反复打火熄火，实在伤引擎。皇上，淑妃忐忑，罢了，朕今晚没心情。你回去吧。淑妃一脸如遭雷击。皇上躺下后，做好淑妃被送回来的心理准备。然而时间正常流动了，他终于不得不接受现实。老天爷好像不想他翻牌子。7天后，后宫情报特工何尝在跟我说，坏了，淑妃这回是真惹恼了皇上。皇上已经7天没踏足后宫了。我大惊，看来皇上是真不行了。半个月后，淑妃身边的大宫女来储秀宫，请季贵人明日到延禧宫做客。众人暗中愤愤。第2日，季贵人却没去成，她身上出了红疹。季贵人崩溃大哭。我对郁金香过敏，储秀宫又没种郁金香，必然是有人害我。叶嬷嬷请来上宫局的严点证，一查，在季贵人的被褥上找到花粉痕迹，而她的宫女声称我是第一个去拿被褥的。张常在泪光盈盈，他妒恨季贵人，故意使坏。我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因为我没带丫鬟进宫？张常在一愣，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。接着，在我屋子底下翻出一个没记录的洋釉瓷瓶，我说，这不是我的。严点正目光如炬，物证在你房间搜出，云答应，可还有什么话说？事已至此，我果断回档到3天前，读档成功。我起身去拿了自己的被褥，然后径直走向季贵人的屋子。我是云答应，哼，进来吧。季贵人的声音漫不经心。我进去后，季贵人给了个下马威。季姐姐是有些恩宠在身，却不是谁都能见到皇上的。我说，皇上那不重要。季贵人微诧，重要的是我拿被褥的时候闻了闻你的被子。季贵人双颊绯红，你闻我的被子作甚？我嗅觉比一般人灵敏，被子上有很浓的郁金香味，如果是刚洗好晾干的，不该有此花香，我的被褥上就没有。季贵人面色阴郁下来，郁金香没有香味，你是如何闻出很浓的香味？你不信，
等会儿去被褥上打个滚。季贵人定了定神，我会去验证，但这事你别张扬。他以为我是来投靠示好的，我上身轻前，拇指和食指轻轻摩擦。季姐姐也不想对郁金香花粉过敏这事儿被传出去吧？你勒索我银子，勒索多难听啊！只是我有病，会忍不住一边走路一边说梦话。季姐姐要是能打发点钱，我去抓药，我就不犯病了。你要抓什么药？我叫青梅去给你抓。好说，50两银子熬1个时辰。季贵人冷着声线，把那个小箱子拿出来，不必拿大的。给了我50两，我空着手去，满载而归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在床底下发现那个洋釉瓷瓶，又敲响了季贵人的门，这回也是带着50两走的。季贵人有防备，只手腕起了红点，为影响傅淑妃之约，回来就将辛答应逮了出来。原来入宫前，辛答应就和季贵人有旧怨，这次动了歪心思。辛答应被驱逐出宫。好消息，我剩下的半个月将独享豪华单间待遇。数日之后，后宫怨声载道，太后看不过眼，决定突击考核储秀宫的秀女。而我这边7日前的一个夜晚，听说皇上随意挑了江嫔的牌子，梳洗打扮过的江嫔被抬进未央宫，朝她抛媚眼。1秒后，江嫔再次路过，抛媚眼成2。皇上面无表情的驻足，看江嫔经过了7次，在第7次经过后，迎路低头进来。皇上，江嫔娘娘正在榻上等待，把江嫔送回去。迎路不是皇上，你耍人玩呢。江嫔好应付，太后那边却得讨说法了。皇上装作没事发生，私底下做了很多实验。他下令提前处斩1名死囚，接着故意翻淑妃的牌，这次没有回溯，没关系，死囚多得很。第2次翻江嫔的牌，回溯了2次，在前1次回溯之前，头身分离的死囚，在第2次回溯后活蹦乱跳，景象完好无缺，倒转乾坤，起死回生。如果能将这份力量据为己有，可惜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回溯规律没研究出来，他快绷不住了。由于皇上不去后宫，还时常把妃嫔召去又原样抬回去。太后板着脸请他过去，他费尽唇舌，眼看太后眉目舒展开来，一眨眼，他又回到了长乐宫正殿前。太后瓮声瓮气，哀家还以为皇上连长乐宫都不愿意来了。同一时间，我正欢天喜地啃着南瓜酥，何尝在拖着下巴。明天就要考核了，你真一点不担忧？储秀宫我待着就挺好，宫殿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分得晚就会被分得远远的。而且叶嬷嬷说了，笔试成绩好的娘娘在分宫事上会优待。一言惊醒小咸鱼，为了能晚点起，咸鱼也要支棱起来。考核之期转眼将至，这一日是皇帝安排给自己的练武日，拉弓100次，总算告一段落。就在这时，皇帝浑身一轻，武师去而复返，恭敬下跪。皇帝最讨厌的拉弓白练了。2个时辰后，再次时光倒流，皇帝龙袖下的手都在颤抖。老天爷到底想我怎么样？好，总算把题目都背下来了。我信心十足地开始了第3次笔试考核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在皇宫的另一端，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种无限循环的滋味，而我们很快就会相遇。笔试结束，秀女们面色都不好看。皇后出的题目太刁钻，3大朝贺的礼仪、祭祀的忌讳、宴席的固定菜式，全是叶嬷嬷随口提过。我们以为绝不会考的细枝末节，张常在气恼。叶嬷嬷笑眯眯的，这不诚心刁难人。叶嬷嬷笑眯眯的，小主此言差矣，万一奴才疏忽，主子心里没谱，岂不逾越为制？考卷很快送到建章宫，和考卷一起送到的还有淑妃的孝敬，一只成色极好的红宝石步摇。皇后瞥了一眼，淑妃向本宫低头是难得的事儿，就成全她吧。她翻阅起卷子，答得一塌糊涂的，她反而露了笑脸。等下把卷子送去未央宫，让皇上过目。听说当今圣上最讨厌蠢人，正好让他看看按家世相貌选进来的这般笨瓜。翻到最后一份，皇后面上的笑容凝固了。这份卷子答得不错，一题错漏也没有。字迹娟秀而不羸弱，落笔坚定，胸有成竹。皇后沉吟片刻，云答应，便赐居咸福宫吧。未央宫里，皇上拿出了科举殿选的精神翻阅考卷，看完那心情就跟看导师看毕业论文似的，厌蠢症犯了。除了季贵人答的还算妥当，其他都写的什么东西？在储秀宫学了1个月就学成这样，他的眉头居然皱起，直至看到我的答卷后才舒展开来。也就这云氏算脑子好使的。翌日分完公事，我去咸福宫向丽嫔请安，她盯了一会儿我的脸，待我蹲的腿都麻了，才让我退下。内务府派来2个宫女让我赐名，我是起名妃啊。以前玩深宫时都给宫女改成狗腿子1号和狗腿子2号。看见正殿宫女捧着茶叶罐子经过，我灵机一动，以后我手底下的宫女就以茶叶为名，你们自己挑一个喜欢的吧。2人分别选了雪芽和贡梅，我松了口气，得亏他们懂茶，不然我只能起红茶、绿茶、普洱和乌龙了。毕竟应该没人想把自己改名叫芋泥波波奶茶，全糖加奶盖。翌日请安，我起得特别早，到正殿候着，等丽嫔起来。这就是新来的云答应吗？孙常在瞥我一眼，起得真早。我屈膝行礼，他嗯了一声，咕哝道：“
要不是你，我还能得个座儿，喝热茶。丽嫔有心立规矩，让两人在走廊站着等。冷风吹得脸刺痛，好一会儿盛装打扮的丽嫔才款款步出，为显身姿婀娜。她没要宫女扶着，腰肢袅袅，然后就被门槛绊了一下，踉跄摔倒。娘娘，宫女赶忙将她扶起来。丽嫔咬着后槽牙起身，看见我以手掩面，你为何挡着脸？回娘娘的话，我在储秀宫受过专业训练，一般不会笑的。这回是真没忍住，对不住了，娘娘。赶在丽嫔大怒之前，我一秒回荡，长吁一口气，耳畔是雪牙的叮嘱。丽嫔对相貌好的年轻妃嫔会格外严厉，小主等会儿哪怕委屈了，也得忍忍。我深以为然的点点头，再次去正殿等候。再次见到她婀娜多姿的摔倒，这回我赶上了。丽嫔惊呼，我比在场所有人反应更快，先一步扶住了她。惊魂未定的丽嫔倚着我，纤纤玉手按着心口。这回她看向我的目光比之前温和多了。等下，你手上怎么光秃秃的？秋露，去拿只玉镯子来。宫女飞快捧来一只素玉镯，丽嫔将它戴在我手上。谢丽嫔娘娘赏赐。全程孙常在没能插进去一句话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抵达建章宫时，我又存了个档，这回是多虑了。我这个小答应根本排不进正殿，只能在门外候着当摆设，干站半个时辰。平安散会，回到咸福宫后，我往榻上一躺，两个宫女很乖觉的上来揉肩捶腿，安逸舒坦。听说季贵人被传去侍寝，又再次被送回延禧宫后，我更坚定了在后宫当小透明的想法。反正我今天只刷了3次，就刷出了清炖肥鸭呢，美滋滋。而这时候，身在未央宫的皇上正在一张名单上将季贵人的名字划去，这一个也不行。未央宫内，皇上周身的气压低得能滴出水来。时光回溯的条件到底是什么？不搞明白这一点，要朕如何安睡？他狭长的凤眸下附着淡淡乌青，须臾，他起身出去走走。皇宫12个时辰都有人值班，他从小在后宫横行，不觉阴森。走着走着，豆大雨珠细细密密地落下，他思忖片刻，走向最近的咸福宫，参见皇上。职业宫女远远看见他，赶忙行礼。他嗯了声，往里走。惊喜过度的宫女问了一句让他后悔半个月的话：皇上是来看丽嫔娘娘的吗？宫女一问，他才想起来咸福宫不仅有丽嫔，还有孙常在和。云氏住在哪儿？他还记得我的笔试答卷拿了满分。回皇上的话，云答应住在西侧房里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径直往西厢房走去。我一脸懵逼，还没做好打 BOSS 的准备 ，BOSS 就来找我了。雪牙和顾梅四手齐上，忙得十指冒烟，才将我打扮一番。小主，快去吧。手里被塞了一把油纸伞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来，走得太急，摔了一跤。皇上看见穿着一袭粉衣的人，将自己摔成了泥团子。怎么说呢？跟皇上想象中冰雪聪明的人儿不太一样。旁边的迎路暗叫不好，正要犹豫是否将这御前失仪的答应拖下去，就听我一边手背抹脸，一边撑着的站起来。呜，丢死人了！重来，重来！下一刻，时间倒退到10秒前，皇上的眼睛微微睁大，就这迟疑的功夫，便见到我款款走出来，向他行礼。皇上向嫔妾请安，嘴瓢了。时间再次倒退到10秒前，这回他反应过来了，时光回溯的原因竟出在我这个小答应身上。为何临幸后宫不成的原因也豁然开朗，这必然是他争宠的手段，阻止他去宠幸别的妃嫔。他目下森然，却装作浑然不知。当我再次慢吞吞地走出来时，在他眼中也变得大智若愚了起来。我规矩地请完安，他说：“你抬起头，让朕看看这些天害惨了朕的罪魁祸首长什么样子。”我抬起脸，想着大不了就回荡，便很勇敢地直视圣颜。妈呀，好帅的例会！我自知失言，便又重来。第4次见面，皇上冷眼看着我这个胆大包天的小答应，仰着脸，可怜巴巴的嘟哝：“怎么刷新这么多次，皇上还在这儿呢？”在一次次的时光回溯中，他发现了另一件事，那便是我并不想侍寝。我认为只要回到过去，就能让他出现在丽嫔或者孙常在那儿。哼，他冷笑：“想让我走，门都没有。”第31次刷新后，我明显的现出皮色来，委顿的行完礼，蔫蔫低下头。皇上说：“起来吧。”一旁的迎路惊讶地发现，皇上在看到我之后，一扫之前的阴郁烦闷，还难得的露了笑脸。这还不算最吓人的，下一刻他捏住我的下巴：“朕今晚哪儿都不去，就宿在你这里。”迎路瞳孔地震，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全新版本邪魅帝王。发现无论怎么回荡，皇上也不会被刷新去隔壁后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准备侍寝。说来这不是苦差，皇上长得比深宫里的 SSR 例会更完美，唯一缺点就是他随时能让我9足原地消失。我有点怕，又因为有回荡的依仗。怕归怕，时常说错话。你很怕朕？他在床前站定，让我伺候他更衣时，轻易察觉到我的指尖在颤抖。害怕什么？怕皇上诛我9族。我攥紧他的袍角，一秒回荡，诺声改口：“皇上英武不凡，嫔妾惶恐。”龙袍的衣扣被颗颗解开，我见到向自己敞开的8块腹肌，不禁吸溜了一下。因为要过审，深宫可没有脖子以下的内容，这是我不曾见识过的风光。喜欢的话，
见我犹豫，他捉住我的手往自己的腰腹上按，不妨仔细摸摸。话音刚落，就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狂摸一波他的腹肌，甚至大胆地用指尖戳了戳他的人鱼线。紧接着，时光回溯3秒，便见我羞答答地低下头。皇上万金之躯，嫔妾不敢。脸颊酡红，哪有方才大胆登徒子的狂相？皇上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子。只是很快的，他却发现我胆子小得很，他略微碰我一下，我便满脸通红，水眸怯生生地看着他。皇上慢点，等等。我的声音软糯的能掐出水来。朕不想等。他抬眉，下一秒，皇上的裤衩子又回到了身上，他的龙脉强行熄火。皇上，嫔妾准备好了。我扬起脸，冲他甜甜一笑，浑然不知面前的男人险些炸膛。当他憋得内伤的时候，就将我明显的缓过一口气来的表情尽收眼底。他竟不断的回荡，为自己争取喘息时间，简直匪夷所思。如此神妙的能力，就用这种地方上。他按下质问出声的冲动，终是不情不愿的放慢动作，给我留足缓口气的空隙。好了没？皇上不必顾念嫔妾。朕说了，别硬撑。门外守夜的迎路厅的心中翻起惊涛骇浪，纵然皇上的语气冷硬，可话里的意思却是实打实的在体贴我。这云氏到底多大的体面呢？我原以为初次要受苦，不料皇上却很体贴我。事后我缩成一小团，轻轻叫了声皇上，声音清甜，驱散了他的烦躁。他纡尊降贵的低下头来。皇上，你人还怪好嘞。之前是我误会他了，还以为他不行。他面无表情的一把将我的头按进被窝里。早些安歇。这一晚对全后宫来说都很难熬。皇上许久没进后宫，今儿算久旱逢甘露，偏偏这甘露却落在了最意想不到的人身上。第一难受的是淑妃，第二难受的是丽嫔。皇上凑巧到她宫里避雨，她却没能留住皇上。小主，小主。被雪牙轻声从梦乡里唤出时，我下意识摸了一把旁边空荡荡的。雪牙见状说道：皇上要上早朝，起得早，特意嘱咐奴婢们不要惊醒小主。我多睡了很久吗？没很久，皇上才刚走呢。穿戴整齐后，我去往正殿，碰上早早候着的孙常在。他成了我的请安礼后，并不叫起，愤愤地盯着我。我维持了一会半蹲礼，双膝微颤。这时，丽嫔急匆匆地走出来，柳眉一竖：云答应，怎么蹲在这儿？起来吧。我刚直起身，他就追问道：你昨夜可有把皇上伺候好？孙常在露出活见鬼的神色，我也略有诧异。两人原以为皇上宿在西侧殿，丽嫔该是最生气的那一位，没想到他这时小心翼翼地看向我，还紧张地搓了搓手。话说到这里，孙常在明白了，多半是丽嫔娘娘惹恼了皇上，皇上才去的西侧殿。被截胡固然令他不快，可若是自己作死在前，那他更怕皇上从此恼了他。但我没想明白这一点，我就觉得丽嫔娘娘人也怪好的。我笑呵呵的回娘娘的话，皇上昨日瞧着并无不悦之意。丽嫔刚松口气，圣旨就到了。皇上有旨，众人跪了下来，静听宣旨。云氏晋为常在，赐封号囚，钦此。丽嫔呆住，孙常在更是攥紧手帕，竟得了个封号，有封号等于高半级。就这眨眼的功夫，以后我不仅不需要向他行礼，他还得向我行礼。孙常在的后槽牙都咬碎了。琼这封号确实不错，可我不想天天被叫琼常在回荡。于是正准备上早朝的皇上猝不及防回到了咸福宫外。第一次他不明白，第二次他忍不住了，原路折返咸福宫西侧殿。云氏，如果让你选，你是要晋贵人还是要封号？若想要封号，又想要个什么样的？封号或者禁卫还能自己选，哪怕知道我很得皇上喜欢。迎路听到这种话，还是震惊的无以复加。我低头，嫔妾不敢，但凭皇上定夺。定夺得不对，我就让皇上重新定夺。皇上陡然拢起眉，行了，在朕面前不要来这套，想要什么你就跟朕说吧。倒要看看我敢开多大的口，是趁机拿下，还是以退为进。他将我的神色尽收眼底，见我粉唇微张，熟悉的轻微晕眩感便在他的脑内荡开。我竟然是在通过不断回荡来争取思考空间。皇上的一句话将我的 CPU 干烧了。现在仿佛有3个选项摆在我面前：禁卫贵人失去封号，禁卫常在得到封号，皇上嫔妾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皇上垂怜。我决定挨个试一下。皇上，嫔妾想进贵人。好。皇上，嫔妾不想当贵人，只想要个封号。开始有点不耐烦的皇上。好。我扬起脸，想从皇上的神色中看出端倪，而他漂亮的脸庞上神色淡淡，喜怒难辨。在第5次回荡后，忍无可忍的皇上看明白了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压着火气，装作没有察觉的模样，冷声说：琼昭、端静、温庄、顺、婉、解、良、真、细，都是不错的字，你尽管挑一个，朕便赐给你。全都是1等1的好封号，任其挑选。一旁的迎路都听麻木了。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，我居然毫不客气地挑选起来。嫔妾看西字就不错。
于是早上的情景再次重演，这回我被晋为西常在。迎路原以为自家皇上也有被美人迷得昏头的一日，不料皇上前脚踏出咸福宫，后脚就吩咐他去查查他，查得彻底点。声音冷淡，一如往昔。这意识到皇上兴许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迎路低头应声，暗打了个机灵。上半节早朝上的顺利，皇上的好心情终结在处理康亲王的事上。康亲王犯了小错，在早朝上颤颤巍巍跪下，磕头认罪，磕得很重，响彻金銮殿。他堂堂皇室贵胄，如此折辱自残，朝臣就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了。不是，朕干嘛了？怎么都一副朕要手刃三弟的模样？既然康亲王自请要跪，那就去跪着，直到冬季为止。他急怒攻心，闻言，康亲王本就苍白的脸色更白了3分。他俯身拜下去，臣谢皇上恩典。话说完，皇上就后悔了。他因小错重罚康亲王，落在旁人眼中就是皇上不仁不替的证明。如果能重来，他刚这么想，脑袋正好荡开，轻微的晕眩感。康亲王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磕头。臣弟自知有错，愿自罚于乾坤宫前，跪求皇上恕臣之罪。康亲王的头垂得很低，敛去眼底的笑意，让朝臣和天下人看到大哥是多么不仁的暴君吧。下一刻，上首却传来皇上温和的声音：胡闹，还不快扶康亲王起来！康亲王猛地一愣，按宫中规矩，出城雨露的妃嫔要向皇后敬茶，递茶的宫女笑眯眯的。我将茶杯双手捧住，烫得惊人，茶杯摔在地上，犯了大错。皇后笑意淡了。西常在可是不愿给本宫敬茶。魏嫔和许贵人跟着拱火，小户出身的也太没规矩了。我没解释，解释也没用，去验证的人会指鹿为马。我选择独当，独当后，当那宫女笑意盈盈的将茶杯递过来时，我用食指指尖掂住杯沿，飞快往皇后手里一塞。娘娘，请喝。声音洪亮，皇后面上闪过一瞬间的扭曲，换了个手势，拿住杯子，浅喝一口。能够承宠是你的福气，以后守好本分便是。我应是常在的位分，不能坐下，只能在后边站着，但起码能在店里听八卦了。哎呀，娘娘，臣妾还是第一次见到敬茶往人手里塞的。魏嫔眼唇娇笑，季家的家风严谨，规矩自然不是小门小户能比的。许贵人附和，对旁人的讥讽我充耳不闻。从刚才皇后的反应来看，滚烫茶水正是她安排的，那便是我被扣上一个姨太欠家的帽子，也得当场把仇给报了。请安结束后，皇后摊开掌心，红了大片，乌嬷嬷小心翼翼地给她擦药。嬷嬷是不是也在心里觉得本宫小家子气？老奴只是心疼娘娘。皇后笑了一下，神色又暗淡下来。皇上这么久没进后宫，静待西常在这般好，以往不会了。他一顿，西常在和本宫之前想象的有点不一样，人竟这般不聪明，运气却很好。早朝结束后，皇上问迎路：西常在今日去建章宫请安，可有受委屈？御前伺候的宫人惊得差点把眼珠子掉地上。回皇上，西常在给皇后娘娘敬了茶，期间没生意外，只是……迎路祥实地汇报了我鲁莽的敬茶动作，以及魏嫔和许贵人明讽我的事儿。皇上半闭着眼听，我能够回溯时光，最后的既定事实必然对我有利，我却偏偏留下了规矩不好、仪态差这2点纰漏。倒是个没脾气的。他沉吟，再查查看有没有谁暗地里对他使坏。迎路低头应声，心里却在想，皇上到底有多珍视西常在啊？竟怕他在侍寝后请安时会受委屈。从膳房提上回来的雪芽打开食盒，鸡丝碧京粥、蟹粉包子、煎梅花肉、藕粉桂花糖糕。以前想要吃到这种菜式，不光得上贡暖造银子，更要单独花钱购买。膳房那边挺有眼色的嘛。贡梅与有容焉，我眼睛瞬间亮了，坐下就动筷，每一样都比以往美味。之前主子没事情，膳房有时会让小太监来糊弄人。雪芽说，得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用完膳，雪芽问，主子可要准备起来了，说不定皇上今夜也会来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蛋，想起昨夜的劳累，皱起眉，算了，还是埋没着吧，挺累的。吃饱喝足，正打算睡个安详的午觉，贡梅便过来通传，小主，孙常再来拜访您了。孙常在摇曳生姿的走了进来，见我躺着没起身迎接，他也不尴尬的见礼坐下。小妹妹想得厉害，就自个儿走进来了，妹妹不会怪罪我吧？我左顾右盼，孙常在有姐妹在我屋里当宫女？当然没有。那你小妹妹想得厉害，你妹妹又是谁？总不能是我吧？孙常在一噎，露出2分委屈。原来只有我一人觉得自己和西常在情同姐妹。按人情世故，他换我一句妹妹没毛病，可惜在我这儿，人情世故只能变成世故。进宫前还有机会，进宫后难了。孙常在一惊，是因为宠爱和位分的争夺，让西常在对我心有芥蒂吗？不，我一脸惋惜。义结金兰，得拜我爹为义父。进宫后，
不方便见外男了。孙常在瞪的眼珠子险些掉出来，我泰然自若，别人犯贱我发癫。旁听的雪牙共眉，以为说到这份上，孙常再怎么也该拂袖而去，偏偏他没有，硬生生跳了过去。同住一宫就是缘分，我也是抱着想和西常在交好的心思来的。孙常在该是记错了，怎会呢？想是我长得太平凡，没能让你留下印象。国公府老夫人60大寿没邀我爹，我爹在府里跟我哭了3天，末期中年穷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孙常在的笑容僵住，结巴着找话安慰。中年仕途不得志向，是未到时机，令尊不必挂怀。也是万幸，我爹飘零半生，还有孙常在你，想认他当义父。我欣慰地凝望着他道：“孙常在说这事还请西常在不要再提了。他是上次选秀进宫的，侍寝2回，皇上便将他忘在宫里。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家世差，没背景，看着也不聪明。”孙常在想，自己厚着脸皮，天天往西侧殿碰运气，万一碰到皇上来探望呢？我瞅他。那孙常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事，不能在这待着。我点点头，让雪牙拿来针线，往他手里一塞。没事，就找点事做，别闲着。孙常在羞恼，我又不是你的宫女。西侧殿不留闲人，你喜欢待这，就帮我做点绣品出来。他犹豫纠结，手上就绣了起来，一直绣到夜幕低垂。孙常在回去时，累得10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了。目送他走后，共眉愤愤不平。主子，孙常在他脸皮也太厚了点。我不介意，还挺乐意。把孙常在做的绣品拿去换点银子。孙常在的女红绣工一流，绣的花样颇为值钱。雪牙和共眉都以为他受此屈辱，不会再来了。然而第2天他又来了，来都来了，那就支着呗。支了1周都没等到皇上再入后宫，皇上忙着治理黄河泛滥和追缴钱粮，只是在忙碌的同时，他也没有忘记盯着咸福宫那边。说到底，他不相信我。西常在被分到咸福宫后，没有做过任何笼络敲打工人的举动，似乎对所有人都非常放心。他漫不经心道：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孙常在每日去西侧宫一坐就是大半天。皇上神情一肃，我和他来往甚密，又是有何居心？孙常在织了许多绣品赠与西常在，那些绣品回皇上都被西常在卖出去了。皇上若有所思，把那些绣品买回来给朕看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孙常在的绣品很快出现在皇上的案桌上，他拿在手里端详一番。朕以前没有见过这种花样。孙常在的绣活做得好，且颇以此为傲。他在进宫前搜罗了一些外地的绣品，背下了花样背后的来历和当地风土人情。当然，这些想法在进宫后都烟消云散。孙常在第1次侍寝只说了2句话：嫔妾给皇上请安和嫔妾告退。第2次也没能鼓起勇气跟皇上搭话。第3次没有第3次了。他来西侧殿想蹭宠的事儿，其他宫妃颇有耳闻。好歹是好出身的姑娘家，也不知道含蓄点。被蹭的那位脾气真好，能忍得了他每日来。西常在的娘家不显，不敢得罪孙常在吧？后宫僧人有笑人无，而我正吃着魏嫔送来的名贵点心，丽嫔把我叫过去，眼睛红红的。本宫待你不薄，你怎么宁愿帮孙常在，也不帮本宫？我拒冤，我用食指比了比自己，一脸茫然。你还装傻？丽嫔幽怨地看着我。够了，你回去吧。与此同时，被送到未央宫的孙常在跪在地板上，冰冷的视线抵在他头顶上，这才是宫里人侍寝的常态。皇上割下朱砂笔，你和西常在关系很好。一句话把孙常在问的身子颤了颤。回皇上的话，嫔妾时常到西常在屋里做客，情同姐妹。和朕说说你这些绣样背后的含义。皇上的声音骤冷，如实交代。说完你就可以回去，说的不好就去慎刑司里再说一遍。孙常在沐浴在他的威压之下，颤着声音汇报至夜深。皇上经常打断他，反复审问一些细节。这事只有迎禄伺候在侧，看得太监总管大为震撼。就因为我在意，皇上拿出审重犯的精神劲儿亲审。当然，这是心腹太监的视角，而在整个未央宫，甚至是河宫上下的视角里，皇上把孙常在传召过去，一直到后半夜才熄灯。孙常在第2天直接起不来床，皇后勃然大怒，驳回了他的病假请求。孙常在有2个宫女架着，颤颤巍巍来到建章宫，脸色苍白，行礼时摔在地上。孙常在，这是何意？回皇后，嫔妾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站不住了。孙常在柔柔弱弱的开口，嗓子也是哑的。旁边站着的我吃瓜吃得非常兴奋。皇后闻言更恼，再怎么向皇上邀宠，也得顾念着龙体。淑妃眼唇娇笑，既然孙常在说他没有，不如把铜册拿来，一看便知。铜册是记录皇上宫闱起居的。皇后恨极孙常在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，竟真的取了铜册来。这一看，却竟然发现昨夜竟无一次记当。那折腾到后半夜，又是忙活什么？皇后意兴阑珊，让众妃嫔都回去。身残志坚的孙常在却硬撑着凑了过来，他满脑子是皇上的命令。今夜之事不准对外泄露半句。你不是和西常在情同姐妹吗？你回去之后要像往昔一样与西常在交好，情同姐妹。西妹妹，
我回头，你不是说不这样叫了吗？孙常在挤出笑容。其实我自小缺乏父亲关爱，正好也想要个义父。姐姐，事有反常必为妖。我顿了顿道，如果你得到皇上宠爱，那是你的能耐，与我无关。结果孙常在更热情了，我只能用宫斗游戏的经验去理解，在深宫里经常有素不相识的宫妃登门拜访，根据位分高低会出现3种情况：投诚、拉拢、上门撕逼。我托着腮开始思考，求求了，我是真心想与你结交的。我大脑过载，什么？你是真心想当我的跟班小弟？孙常在一咬牙，是的，我真心想当你跟班的。说完，他催眠自己，我就是个傻瓜。不料我拍了拍他的肩，不如你换个人跟吧，跟我没有前途的。见他仍然坚持，我便随他去了。在他答应的刹那，我脑海里响起叮咚的提示音。我打开角色面板，人际关系分支里，交好一栏出现了孙常在的名字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交恶那一栏赫然出现了皇后的名字。他啥也没干啊，娘娘。回到咸福宫后，我往角落一猫，开始期待午膳。结果今天送过来的菜都是我不喜欢的。独当到第2回，没等到提膳回来的雪牙，却等到一脸笑容的迎路公公。西常在，皇上传召小主去乾坤宫伴驾。我拒绝加班，再次回荡。第3次，外面传来异响，紧接着是一声太监尖利的通传：皇上驾到。1刻钟前，皇上陷入了循环。在第2次循环发生时，他决定将我传召过来。被皇上召来伴驾，对后宫女子来说是何等荣宠，总不会想再回溯时光了。而纸上消失的字迹让他一秒打脸。皇上，他说摆驾咸福宫，传他伴驾还不知足，朕亲临总行了吧？皇上驾到。下一秒，皇上就发现自己从咸福宫回到了乾坤宫，亏他还以为他在咸福宫受了什么委屈，结果在他心中见到皇上跟被迫害是一样的。他不曾想到过我回溯时光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不喜欢吃茄子。好，很好。他将宗卷捏得咯咯作响，他冷着脸吩咐：摆驾咸福宫。他一声令下，迎路有条不紊地准备起来。他想，回溯时光不仅能让人白费功夫，还能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无限的学习。迎路将按上位月的奏折置入箱中，朕要带着看。如是者，他再次坐上步辇，然后再次被退货。他想起希腊使者来访时讲过的神话：西西弗斯推石上山，永无止境，徒劳无功。他不觉得煎熬。奏折看完了，就换别的书来读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回溯时光中，他仿佛永远无法踏进西侧殿。而这竟让他更加期待我熬不过他，只能接驾时会是什么表情。第10次，我先顶不住了。再次听到皇上驾到时，我心中充满怨念。这个游戏里的皇上随机性也太低了吧！小主，皇上居然来找你了。凤梅喜不自胜，我慢吞吞地挪着小短腿出门接驾。嫔妾给皇上请安。我盈盈一拜，头垂得低低的，结果下一刻就被皇上架着2边胳膊抬了起来。皇上你干什么？哈哈，朕不怪你。皇上朗笑出声，朕也是心之所至，才放下宗卷，想来找你一道用膳。10次回溯时光，他终于成功走进咸福宫，天底下就没有他谢之行办不成的事儿。皇上，那能先把嫔妾放下来吗？我略带窘迫道，我的个子在妃嫔之中都算小的，皇上又是近1.9米的高个，他双手架着我的胳膊把我举起来，我一双腿碰不到地，只能晃了晃无助的啾啾。皇上欣赏了一会，才将我放下来。2人迈入屋里，他环顾屋中布置。上回在这里避雨时还不觉，白天来这里真香，住得开吗？嫔妾住着挺好。我干巴巴的回应，这也是我无心争宠的原因之一，学不会风情万种的媚态。也是，你个子小，施展得开。他扫过去，审视的一眼。皇上说的对，不过朕也不知道你在这里过得舒不舒心。他放柔语气，可是伺候的人不周到。这是帝话过去让我告状，拿伺候的人作画，也是我知道，除去2个大宫女，能接触到我的宫女太监都被买通了个遍，全是其他妃嫔的人。没有，大家都伺候得很好。我面露犹豫。如果说有一点不舒心的地方，你尽管说。我按捺下话里的激动，就是最近膳房送来的菜里老是有茄子，嫔妾不爱吃茄子。我小声嘀咕。茄子？皇上险些没绷住表情，他双手捧起我的头，让我扬起脸来，看清我的神色不似作伪，登时啼笑皆非。就因为送来的膳食有茄子，让你这么不高兴？是嫔妾挑食所致，原不是他人的罪过。见我真心求情，他便作罢。好了，过来。他将我抱着坐到大腿上，把人结结实实的抱在怀里。这回我没敢吱声，呜呜，立体男人好可怕。我又想到进了宫以后，也许是要习惯偶尔亲密1-2回，于是存了档，决定用这场景反复练习。皇上抱了一会儿，御膳部好菜，他就要将我放回座位，结果眨眼之间，满桌的菜消失，我又回到他怀中。皇上按兵不动，观察我要做什么。我慢吞吞的在他怀里调整姿势，小手搭上他的肩膀。你在干什么？他问我，我小小声的说，嫔妾想抱抱皇上。皇上果真有点看不透我了，既然想拥抱他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回溯时光，不愿见到他？不过朕还以为多了不得的事，
他眉眼淡淡的，反手扣住我的腰。那朕也抱抱你。结果下一秒，时光又回溯了。皇上，女人好难懂。他低头看见我的粉颊红红，隔着衣料也感受到我狂跳的心脏。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，我是因为他主动抱了我的腰而害羞了。我做足心理准备，才再次抱上去贴贴，被回溯2次。皇上早没有引你心思了，只端坐着看我表演。贴了一会，我心跳回到均速，觉得自己已经适应和3次元男人的互动了，我又行了。当紧张褪去，自信重新占领高地，我嘿嘿一笑，拿起插着切块水果的小银叉，要像电视剧里打几位纣王一样投喂皇上。皇上请用。只是按规矩不能直视圣颜，我又没经验，这一戳翠桃带着汁水戳在了皇上他鼻子上，我了一声。西侧殿霎时变得非常安静。皇上，嫔妾不是故意的。朕知道。他看我拿手帕给他擦脸，原以为我要回溯时光，多练习几遍，揣摩帝王的喜好和习惯。不料我给他擦完脸后，直接靠在他怀里，安安分分的不作妖。皇上，嫔妾饿了，不如先传膳吧。皇上愣了2秒后才反应过来，我放弃了，只不过失败了1次就放弃了。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能半途而废的人，我欢天喜地。嫔妾还能点菜吗？皇上转头吩咐迎路取单子来，御膳房的食材由皇庄提供，单子上的菜色应有尽有。我看得眼花缭乱，顺着性子点了一堆荤菜。迎路叹为观止，这西肠再点起菜来是真不客气。没想到西肠菜这么能吃。御用的食材肯定是天底下第一好的，嫔妾贪心都想尝尝。皇上听笑了，谁跟你说御用的食材是最好的？我愣了愣，农户看天吃饭，最好的那茬该是只有当地人能吃到，农民手里吃到的瓜果比御用的更新鲜。送到皇上面前来的食材必然是最漂亮好看的，好不好吃另说。他不是贪图吃喝的性子，却见怀里的小姑娘陷入沉思。他问我想什么呢？我说果子一甜就招虫，最甜的该被虫尝过，比农民伯伯还鲜一些。没关系，皇上没尝过最好的，嫔妾家里穷也没有尝过。皇上不由觉得老天无眼，逆转乾坤的大能怎会交给这么一个人？等到御膳送上，他才再次大开眼界。我点的菜不多，御膳自然不可能只上那么几样，满满当当的一桌。我拿起把自助餐吃回本的精神劲儿，就是酷酷一顿炫，吃相还算优雅，礼仪没忘，就是给他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震撼。但人的胃始终是有极限的，当我再也吃不下的时候，选择了回档重吃。期间不忘看向皇上，皇上你也多吃点。他看我吃就饱了，吃了2遍后，我总算是把24道菜都品尝了个遍。正当他以为我完事了的时候，时光再次回溯，而这一次我只浅尝了面前3道菜，便放下筷子，乖巧道：嫔妾饭量小，已经吃好了。如果不是见证过我的狂风扫落叶式进食，他差点就信了。他看向我，你就吃这么点？回皇上，嫔妾怕长胖，不敢多吃，每样浅尝一点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点点头，笑得煞是羞涩好看。嫔妾的小鸟胃是不是把皇上吓到了？有点。朕有点被我的另一副面孔吓到了。用完膳后，他也没走，问了问我有什么需要，确定把我安置的舒舒服服，应该没有需要回档的地方后，他才移驾离开。其细心体贴，如果不是在场亲眼见证，这些工人都不敢相信。而就这半天的光景，皇上摆驾咸福宫陪我用膳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半个后宫。一次侍寝后的劲风可以说是一时兴起，今日之举证明他没有完全忘记我。于是有好些人坐不住了，首先坐不住的是魏嫔，他拧着帕子去见张公，跟皇后说了许多酸话。我不过是个常在，竟敢霸占皇上，肯定是个没规矩的东西。皇后听在耳里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但这话不能由她说，便淡淡道：丽嫔刚进宫那会儿也得了一时宠爱，现在不也回归平淡？不过瞧着清闲多宠着些。你说的对，区常在，不必往心里去。娘娘还是太宽容，才纵了这等子人。没达到目的的魏嫔气鼓鼓的走了，转头去了钟粹宫找许贵人嗑瓜子。皇后是不着急，初一十五总要到建章宫，可我们呢？你别看皇上才找了我2回，要看这阵子皇上除了他就不踏足后宫。许贵人压低声音，请不动皇后，姐姐自个儿也能办。明着来是会招皇上的眼，暗着来让人侍不了寝的法子不是多着。明着来是会招皇上的眼，暗着来让人侍不了寝的法子不是多着。这把魏嫔说的真心动了，但她不傻，摇了摇头。罢了，她顶破天也只是个常在，最坐不住的该是和她同期入宫的秀女。我午睡一觉醒来，就看见自己人际关系里的交恶，刷刷刷的多了一串自己根本没印象的名字。人在宫中坐，敌从八方来，害得我甚是焦虑的吃完了2碗白米饭，平时都是要吃3碗的。小主，今天胃口不是很好呢。我点点头，总觉得有人要害我。共眉一惊。是了，哪怕是在咸福宫，丽嫔和孙常在的宫人也会经常朝这边探头探脑，或者跟奴婢和雪牙搭话，想打听西侧屋日常的事。雪牙每次提上回来都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一歇脚的功夫，膳食就被人动了手脚。雪牙附和，奴婢和贡梅
都盯得很紧，但小主自个儿也要小心才是。翌日，我就见识到了第一招寻我规矩上的错漏。请安结束后，冯平从我回咸福宫的必经之路拐角处杀出来，他的位置处于我的视野盲点，碰瓷的见了都得叫声前辈。我认栽，利索回档。上一次存档是在请安结束稍前一点，这一回冯平还没来得及迈出脚来，我就扬起18里开外都能听见的嗓子深深一拜：嫔妾向冯平请安。当值和路过的宫女太监都下意识扭头过来，还有几个同样从建章宫离开的宫妃也吓了一跳。全是我的证人，请安就请安，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冯平捂着胸口，我都没看到你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怎么走着走着就请启安来了？没见到，但是嫔妾闻到冯平姐姐身上的味儿了。哦，可是香味？冯平姐姐说是香味，那就是吧。这回轮到冯平疑心自己身上是否有体味，都没空再拿捏我，急匆匆要回宫。一旁路过的许贵人看完整个过程说：西长在你很机灵，也有2分运气，可是看到了烈日下冯平娘娘被拖长的影子，才提前应对。但是西长在，人不会总是这么幸运的。许贵人高估我的智商了，我不怕，见招拆招嘛，老天爷总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同一时间，在军机处好不容易给大臣讲明白了部署，结果又得重讲一遍的皇上，再次觉得老天爷无眼。乾坤宫外，一个眉眼平凡的年轻太监从长廊底下快步走过，他掏出令牌，迎路便放他进去了。参见皇上，起来吧。内侍正在替皇上解下发冠，他嫌动作不够利索，摆手让内侍退下。年轻太监轻车路熟的上前伺候。今日西常在去建章宫请安后，在回去咸福宫的路上遇到了冯平。西常在高声向其请安后，和许贵人短暂交谈2句，就回到了咸福宫。现在由青州盯着。自从锁定我就是掌握回溯时光大能的人后，皇上就派出了2名暗卫，日夜轮番监视。陈州一边仔细为他整理衣冠，一边详尽地汇报他们交谈的内容。听罢，皇上嗯了声，继续盯着，不要做多余的事。是，奴才告退。陈州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，才退出殿外。在派遣暗卫去监视我的第一天，皇上就想过要不要同时下达暗杀命令，只是这个念头不过顷刻就被他掐灭了。能够逆转乾坤，这是仙人才有的本领。皇上受命于天，为万物之首，万一激怒了神仙，后果不是一介凡人能够承受的。最起码现在的我并不与他为敌，他奠定的策略是与我慢慢周旋，观察看是否有可图之力。他踱步到书案前，皇上，奴才求见。门外响起迎路的声音，迎路恭敬垂手入内，双手奉上数本书籍，全是民间搜罗来的凡人和仙子山妹相爱的故事，其中主角不乏曾经的帝王。皇上正打算坐下细看，外面就传来端亲王求见。听见是端亲王，他的冷脸终于露了点笑，他摆手让人进来，并未将书籍藏起。端亲王一进门就被书案上的少儿不宜读物闪瞎了狗眼。他打开一看，发现里面的内容比书名更不可描述后，立刻啪的合上书，满脸涨红。白日观此书，不像皇兄能做出来的狂行啊！朕只是好奇9天玄女与凡人的双修之法。端亲王，沉迷长生修仙是每位帝王的必修课，但皇兄也问道，问得太早了吧？端亲王开玩笑道，皇兄个把月不踏足后宫，同策空空如也。太后上回召我入宫，就为这事急上火，原来皇兄是在等仙女，只是不甚热衷。被当面提及房事次数，皇上也淡淡的，能与仙女双修，才能寻得长生之法。端亲王微笑点头。作为燕赤第一帝吹，他现在就一个想法，大哥是不是干奏折把人干傻了？与此同时，我存了个档，正准备出去逛逛。西侧殿的屋子小，没有别的娱乐，待着也乏味。贡梅说，小主，外边天气凉了，还是多披件衣裳吧。我怕冷，听话的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。雪牙愁眉苦脸，这下是不怕着凉了，可万一偶遇皇上。我张嘴就开始胡说八道，哪怕下雪天里，涂身姿纤瘦，动人穿的单薄的妃嫔少了去，皇上都看腻了。我要反其道而为之，做皇上没见过的毛绒球，何况不还有人要害我？我穿这一身，他在楼梯上推我，我滚到地面都毫发无伤，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雪牙崇拜地看向我。出门时经过正殿，丽嫔正坐在小花园的秋千上，远远瞅见我们一行人，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。本宫是不是看花眼了？怎么有个毛球在往外走？回娘娘，那仿佛是西常在。皇上的喜好便是后宫的时尚风向标。丽嫔听罢思索良久，回头就把冬装提早置办出来。虽说存了档，我也没往御花园等热门游览地点去，我往冷僻的地方走，不易和帝王偶遇。赏了一会湖景，走进驻春林中，却隐约听到里头有动静。再一细听，是个女人在说话。本宫多番抬举你却总让本宫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家里传信让本宫向皇上举荐你，本宫都想将家书撕碎，就当作没见过。但本宫不能这么自私，本宫得为季家设想。女人有把十分动听的嗓音，再凉薄的话，经她说来，都无端多出3分绵绵情意。小主，
雪牙压低声音，拉了拉我衣袖，能以本宫自称，又姓纪的，宫中只有一位延禧宫的淑妃娘娘。淑妃向来爱惜名声，不轻易责罚他人，没想到对庶妹这么苛刻，这边鲜少有人踏足，小主还是快些离开为妙。我正纠结要不要偷偷溜走，另一把女声响起：“嫔妾愿听姐姐教诲，一切听从姐姐的意思。”这把故作清冷的声音，我倒是认得，毕竟是在储秀宫就让我血赚50两银的送财童子。你真愿听？淑妃问。只要姐姐消气，嫔妾必定言听计从。很好，不错。淑妃轻笑起来。你往这儿跳下去，本宫待会儿救你上来，便得一个舍身救妹的好名声，你也能博取皇上的怜惜。卧槽，里头安静了一会。姐姐，快要入冬了，我不会水。季贵人的声音微微颤抖着。不会水更好了，才真实。皇上的眼睛很毒的，看不得弄虚作假。淑妃话里洋溢着轻快的笑意。好了，快去吧，本宫会记得救你上来的。我内心天人交战，作为生长在5星红旗下的现代好青年，制止犯罪现场，人人有责。不要，姐姐，姐姐！当季贵人求救的声音响起，我只觉脑袋嗡的一下。雪牙说，淑妃很是在意名声，淑妃敢这么做，多半是仗着此地无人。那我就来做这个见证人。哇，这里好清幽，景色好漂亮。我一边扯着嗓子猛刷存在感，一边往声源快步走去，结果走得太急，又摔了一跤。不远处，孔武有力的大太监正捉着季贵人的手，要将他推下湖。在即将得逞之际，4人就看见一个毛茸茸的球在地上滚了滚。毛绒球发出嘶的一声，费劲巴拉的站起来。见到是近来出尽风头的我，淑妃漂亮的眼睛微眯。嫔妾给淑妃娘娘请安。我呛亮着站起来，向淑妃行礼。我赌淑妃会看在有外人的份上有所收敛，如果没有，我就重来，换一种方法救季贵人。周围安静极了，只有我踏在枯叶上发出的细碎响声，乌云蔽日，为淑妃的漂亮脸庞蒙上一层阴霾。时间仿佛在霎时被拖慢许多。淑妃的手中现出一个赤金质地的浮雕怀表，她低头看了眼时间，对我和颜悦色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正好西长再来了，便带本宫陪一陪本宫妹妹赏景吧。”我目送那浅紫色身影施施然离开后，回头一望，被季贵人的面色吓了一跳。她苍白着脸庞，额上和颈项汗津津的，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。我后退一步，人别死我面前啊！淑妃走了，死无对证。季贵人顿了顿道：“我没事，只是有点热。”快入冬的秋天，搁这说热，我拉拉自己的衣领。被你姐气的火都来了，肝虚火旺，我懂。季贵人沉默了下来，她看向我，感怀不已，险险落下泪来。淑妃说的好听，为季家设想举荐我，其实是因为她入宫多年却怀不上，要借我的独生子，再将我的亲儿夺了去。我说，淑妃真自信。季贵人后宫凶险，季家在宫中的人脉也都掌握在她手中，她有我不敢违抗的自信。我摇了摇头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她怎么相信你能怀上呢？季贵人看向我身后的雪牙，你家主子一向这么说话的。雪牙没敢接话，我接了。这么说话怎么了吗？这么说话很容易得罪人。那你记恨我了吗？季贵人别开脸，我就哒哒哒的走到他面前来，他才不得不正面回答。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。他原本陷入被亲姐推落水的恐惧和悲伤之中，却被我插科打诨的愁绪消去大半。见我巴巴的望着自己，季贵人道：“你想说什么就直说。”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舔着脸说：“就是好奇你俩发生什么事。你现在不怕被淑妃灭口了？”我假装在看远处的风景，到底是恩人季贵人还是说了？淑妃不是真的想弄死我，她嫌我不中用，不耐烦再等下去。皇上也太久没去延禧宫，他就出此奇招。季家的姑娘一个落水，另一个舍身相救也受凉了的话，皇上终归是要来看一眼的。就为了皇上的一眼，要将不会水的庶妹推下去。季贵人的眼睛噙了泪，她负气的迁怒：“你入宫即拔得头筹，既进位分，又得封号，可谓得偿所愿了吧？”我的愿望又不是得宠。无需多言，季贵人也相信了这句话。我反问他：“那你最想得宠？”季贵人说他想回家，但是不能够了。入宫便仿佛走在幽深的家道里，女子只能一直往前走，没有供她转身的空隙。季贵人吸吸鼻子，仿佛下定了决心。皇上要在月底选去秋寿的随行人员，你想去的话，得趁早去求皇上，不然常在和答应一般是没机会去的。这也是淑妃着急的原因之一，她怕皇上表哥不待她，她无以为报，只能拿仅有的情报来报答一二。临分别前，季贵人说：“虽然你救了我，以后再遇着机会，我也会拉你一把，但我们还是不要扯上关系的好。”我一边应声，一边打开人际关系面板，交好孙常在。季贵人的名字颜色比孙常在要深很多，意味着好感度更高。我静了半晌，终是忍不住笑了。
回到咸福宫时，淑妃的赏赐也一起送到了西侧屋。我谢赏送客后，将锦匣打开来，发现里面是一根成色极好的金镶珠翠挑簪，刚好是我这个位分可以穿戴的。送赏赐来的宫女很客气，说是谢谢我陪淑妃娘娘的妹妹赏景散心。知道内情的雪芽心有戚戚然。淑妃这是敲打小主，让小主不要乱说话呢。不愧是姐妹，出手都很大方。我不介意，将簪子捧在手里，欣赏了好一会，才让雪芽放在梳妆台上。明天去请安时就带她，让淑妃看到，她就会放心了。说完，发现2个宫女齐刷刷的转头盯着我，共梅一脸欣慰。没想到小主也这么懂人情世故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我觉得自己被小看了。不过现场并不止我一个人吃到瓜了，还有一直阴暗尾随的暗卫青州。他转头就把全过程汇报给了皇上。朕知道，淑妃爱惜的名声在皇上眼中却不重要，要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双赢的好办法。可惜季贵人是个怕水的。淑妃做事还是不够细致，让西长再看到现场是他最大的失误。皇上点评完，重点放在了季贵人，告知我秋寿这事上办得不错。我想去秋寿，就得去他面前刷存在感。他做好心理准备了，快让他看看我有什么神仙手段来勾引他吧。他等了3天，没等到，他刻意增加了去后宫溜弯的次数，近边一甩，路过的狗都知道皇上驾到。只要我回溯时光1次，就能提前蹲他的点，但是没用。3宫6院的妃嫔，他偶遇了个遍，没见到过我。一问我的行踪，人就在咸福宫，半步没出过宫殿。皇上被气笑了，山不来救我，我便去救山。想通这一点后，他直接在随行名单里加上我的名字。皇后拿到名单后，强笑问道：“贵人位分上的都没全去，就带上西常在，会不会惹人非议？”烛影绰绰，皇上投来平静的目光。那在出发之前，朕把他提作贵人。臣妾开个玩笑，皇上怎么跟臣妾较真上？皇后不敢再扫他的兴，事情便不了了之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当随行人员名单公布的时候，时光居然被回溯了。季贵人的好心提点，注定要白费。他说秋寿的事，我根本左耳进右耳出，但雪芽和贡梅都记在心中，对主子的护肤和养发更加上心。初时我没发现，毕竟一到护肤时间，我就两眼一闭。后来我每次起快去夹有辣油的菜，雪芽就劝道：“小主这道羔羊肉撒了胡椒，吃了容易长面包。”什么面包？我茫然抬头，片刻才反应过来，那个字念泡，面泡即为豆。我听话的换了道菜吃，这回换贡梅拿茶杯来。这道麻婆豆腐多辣油，小主等奴婢先过遍水。啊，吃麻婆豆腐都要过遍水的人，滚出燕翅！不是，等等，两位为何突然变得严格？小主，咱们已经不算严格的了，正殿那位已经开始1天1顿不沾荤腥了，想必也是收到了皇上要你秋寿随行名单的风声。我一听，可是我又不想去。见2个宫女疑惑地望向自己，我微微叹气，再次开始胡言乱语。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。我宁愿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愿犯错。雪芽和贡梅沉默了，我点了雪芽的名。听完这番话，你有什么感悟？奴婢不是很懂，但主子说的终归是有理的。雪芽双眼闪闪地看我，轮到贡梅时，她说：“等小主诞下皇子，小主再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劳烦提醒奴婢一声。奴婢好。”赶紧捂住小殿下的耳朵。我没说的是，我不仅是懒得努力，更是不想去秋寿。古代出行是翻倍意义上的舟车劳顿，常在位分又低，规格摆在那，不会获得多么舒适的旅游体验。光是坐马车的颠簸就能去掉我半条命，不如留守宫中。在旁人看来，我第1回侍寝就得了封号，前途无限，很应该把握住这份新鲜感往上爬。我却没有动力。一旦想争宠，距离乳腺增生和卵巢囊肿就不远了。自打皇上准备秋寿的消息真正传播开来时，每日请安的建章宫火药味重的随时要炸开。皇后这回倒是最坐得住的那位，按燕翅规矩，秋寿如无特殊情况，默认皇后都是要随行的。淑妃也难得多话了起来，只是没人敢接枪。她在宫中走的是柔弱表妹人设，就等着哪个不长眼的嘴贱以下犯上，她就能名正言顺的被气晕过去，博取皇上怜惜。众人心里有数，自然淑妃说什么都是事实。好，偏生这时候皇后还要来撩拨她。淑妃近来瘦了几分，如果有感不适，怕是不宜舟车劳顿。淑妃站起身，对着皇后屈膝行礼。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妾蒲柳之姿，每到换季的日子总是有些咳嗽，幸得皇上怜惜，屡屡赐下补品滋养。我有皇上表哥赐的补品，您有吗？皇上表哥惦记着我的身体，您气不气？后宫众人偷摸往上飞快看了一眼皇后娘娘的脸色，她很气。淑妃，这又是做什么呢？皇后冷下了脸色。本宫对你关怀一二，何来教训一说？臣妾并无此意，请娘娘明鉴。淑妃眼中含着委屈的泪水，明眸闪闪。在东宫时，皇后就和淑妃素有不和。淑妃这一招对别人也许不管用，却每回都能激怒皇后。淑妃既无此意，那带你回到延禧宫，可就不要哭得背过气去。
皇后话没说完，淑妃就扶着额头晕过去了。娘娘，娘娘！淑妃身后2个经过训练的宫女及时将她扶住，避免磕碰。这下子皇后的脸色就和她的锅一样黑。原本半个时辰就能结束的请安，因为淑妃神来一笔的晕倒，延长到了1个半时辰。我吃瓜吃得津津有味，精彩是真精彩，吓人也是真吓人。所以当秋寿随行名单公布时，我选择了回档。第2次名单略有变动，少了冯嫔；第3次丽嫔位列其中；第4次季贵人都被带上，而每一次我都在大名单上跟狗皮膏药似的，扯都扯不掉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皇上就非得带上我？皇上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原以为我是不想和刁难过我的冯嫔同行，或者想带上主位娘娘才有安全感，再然后兴许是想有季贵人作伴，统统是错误答案。我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个问题盘踞在他心中，久悬难解。在第5次回档的时候，魏嫔领着和他1个宫里的许贵人登门拜访，大意是问妹妹才侍寝1次就得封号，是如何讨得皇上欢心的？皇上最近喜欢啥啊？2人问的直接，我诧异之余，猜想他们是真急了。其实不全是，是魏嫔觉得我脑子不太好使，问得太婉转，怕我听不明白。我不知道啊。我非常真诚，可能因为我长得美，后宫里的姐妹就没有丑的，那就是因为我特别美。魏嫔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的脸庞看，居然相信了2分。许贵人不服气，熹常再不想说便是，何必戏弄我俩？魏嫔冷了脸色，丽嫔对你管得不严，这要是在本宫的宫里，就该重新学规矩。等秋寿回来，皇上怕是难以记起你了。我心中直呼冤枉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起一阵骚动，有太监朗声通传：皇上驾到！3人一机灵，匆忙出门迎驾。转眼间，众人就以丽嫔和魏嫔为首，跪了一地。等了一会，御辇才到院落中。皇上万安。都起来吧。虽然是来找我的，皇上仍然先将丽嫔和魏嫔扶起来。朕也没别的事儿，今儿是来找熹常在，说说秋寿准备事宜。丽嫔，你往年去过，多看过他点。魏嫔，你来找熹常在有什么事儿吗？魏嫔人都麻了，比他更麻的是许贵人，但贵人在皇上眼中算个屁，问话没轮到他。回皇上，臣妾只是闲着没事。来找熹常再说说话，都是些女人家之间的闲话。魏嫔硬着头皮回话：臣妾还想着在熹常在这用膳，皇上可要一起。听到这话，丽嫔和孙常在都对他的勇气另眼相看。皇上分明是来找我的，按理说请完安他们就得散场，他说的这么好听，不就是想和我一起用膳，趁机邀宠？熹常在这里施展不开，去正殿传膳吧。丽嫔也一起。皇上颔首，孙常在没被叫上就告退了。上回给他回话回了一整夜，彻底熄灭了他想争宠的心。许贵人不想走，对着魏嫔眼神暗示，眼睛都快眨花了，却发现自家主位娘娘视线粘在我身上，半点没分给他。帝王用膳，总要有人布菜。许贵人在短暂的天人交战后，主动接过了这份活，试图不着痕迹地勾起皇上的注意。要不要这么干，他是纠结过的。首先，我区一个常在都坐着用膳，他堂堂贵人却站着布菜，有点过不去心里那坎。其次，这也算是在主位娘娘面前邀宠，怕惹恼魏嫔。只是很快的，许贵人发现自己多虑了，2位嫔主子一个劲的跟皇上搭话献媚，顾不上瞪他。我把他们的说话声当白噪音，吃得特别香。御膳里有一道香露饭，用应季的新鲜桂花蒸出花露，加入熟精米之中。丽嫔含情脉脉地望向皇上，说到秋寿，臣妾也好想见识皇上在马上的英姿。我在吃荔枝肉，魏嫔自知容色不如丽嫔，打出慈母牌。丽嫔往年也见识过了，今年该让臣妾带着如意去，如意可想她父皇了。我在吃酒煮御训，2位嫔主子都忙着说话，又想在皇上面前保持优美仪态，几乎没怎么动过筷。结果就是唯独我将许贵人使唤的团团转，加了这道又要那道。我倒是没故意的，这不是许贵人为了御前露脸，将本来布菜的宫女都排挤开了，我总不能自己上筷子。许贵人不这么想，他就觉得我故意下他的脸。臣妾还记得皇上最爱吃荔枝肉。丽嫔刚将肉夹到皇上面前的小碗里，魏嫔就不甘示弱的再往里加一片鱼肉。丽嫔有所不知，这鲈鱼呀，才是皇上的心头好。皇上淡淡看了眼碗里的菜，抬眸问：熹常在呢？他也一起用过膳，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朕喜欢吃什么。我被万岁爷 Q 到的时候，正在跟一碟猪肘子较劲，多留了个心眼，听在座诸位讲话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？我自信回答：回皇上，臣妾喜欢粉蒸肉。餐桌上沉默了一刻，迎路。皇上抬了抬手，把这道粉蒸肉撤下去。我 QAQ。正当众人以为我惹了皇上不喜后，他却接着说：等你陪朕去秋寿，再让你吃个够。3人瞳孔地震，听听这语气，皇上不仅内定了要带我去，还有商有量的让我陪着他去。皇上，秋寿要带上嫔妾吗？我忍不住问。对，朕想你陪着。他用了很坚定的语气。怎么了？你不想吗？我苦着脸瞅瞅他。有话
但收无妨，朕恕你无罪。话说到这，丽嫔、魏嫔和许贵人都觉得我该见好就收了，不料我当场表演了一个蹬鼻子上脸。去猎场要坐好久马车，常在坐的马车既逼仄又狭小，去了猎场住的也不好，都不如咸福宫现在住着舒坦。丽嫔娘娘人也好。我高情商的抬了一手，自家主位娘娘。所以这就是你想在宫里陪丽嫔而不伴嫁的理由。皇上淡淡的一句话，便将我的高情商发言生生打压成低情商。丽嫔的心情大起大落，大起是我居然在皇上面前讲她的好话，大落是讲了不如不讲。她忍了忍，没忍住。皇上，臣妾有一言想说。皇上准了，他说：秋寿臣妾不想待在宫里，臣妾也想去伴嫁。丽嫔扬起笑脸，要是能够一起去秋寿的话，臣妾定会照顾好西常在。说来，臣妾也很想有他作伴呢。他品出了皇上十分想让我伴嫁，却又死要面子的心情。只要秋寿能带上他，他和西常在可以立刻情同姐妹。明白过来后，魏嫔的脸色立刻就变了。他恨丽嫔能屈能伸，又羡慕他宫里有个得脸的能帮上忙。看来你和西常在相处的不错。皇上说，西常在的玉镯子就是臣妾送的呢。皇上转目去看，我手上的确有一只玉镯。他颔首，成色是差了点，西常在还不离手的戴着，看来是和丽嫔很投缘。这是臣妾全副身家里最好的镯子。不是很懂你们第二代对首饰的评判标准。皇上挑眉，待伴嫁有功，朕再赏你一整套的翡翠头面。我转头看向丽嫔，正想说有她送的玉镯已心满意足，视线移过去，就被丽嫔面带微笑的哀求目光顶了回来，仿佛在无声说着有话别带本宫，求求了。见我还要犹豫，魏嫔和许贵人后槽牙都咬碎了，还不答应等什么呢？然而皇上看我还不答应，想了想说，你顾虑出行不便，那去时和回来你都待在朕的马车里，到了那边朕再给你安排帐篷。西常在你说可好？他想，如果我再不答应，那可能仙女是真不爱出门了。没想到我答应得很痛快，正好饭过3巡，瓜果呈上。许贵人将一个又圆又大的橘子盛在瓷碟上，放在我面前。我礼貌道：谢谢，我不是很喜欢吃橘子。过了会，雪芽上前将橘子剥好，我惊喜：谢谢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橘子？皇上忽然不确定了起来，也许仙女是真的嫌弃出行条件不好，可皇上不知道仙女下凡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在许多精怪天仙产生感情的故事里，往往只要有一方说破实情，另一方就会黯然离去。他不想引起我的疑心，不好在位分进得太快，惹前朝非议。他用完膳后没在咸福宫久留，把仙女哄去伴嫁秋寿后，他得回乾坤宫，还有折子要批。魏嫔人都是恍惚的，因为膝下有公主，即使皇上不再宠爱她，她也时常有面见圣颜的机会，因此也更了解皇上的性情。先帝的儿子都很出色，皇上能从中脱颖而出，附上了比弟弟们更刻苦的努力。所以在兄弟里头也是最不贪图享乐的一个。待合心意的后妃有2分好，从不宠得过头，对我这种做派以往是没有的。于是魏嫔看待我也多了2分谨慎。我想给2位嫔主子布菜，西常在使用起我来，却一点不客气呢。许贵人对着我阴阳怪气，你拦着我宫女了。如果你不是故意的，那就是真不通人情了。我面露苦恼之色，并给出了一个许贵人没想到的答案。人总不能为了人情，连御膳也不吃吧？许贵人还想说些什么，被魏嫔冷冷的一句走了喝止，目送2人离开咸福宫。丽嫔将我请到正殿。丽嫔姐姐，别，我该管你叫姐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丽嫔犹有余悸，我说这不合规矩，会被人说闲话的。那我们各论各的，你管我叫姐，我也管你叫姐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明白皇上对我的殷勤从何而来。满打满算，我只侍寝了1回，既没展现出惊人的防中术，他也没说什么情话，因此皇上对我的处处照顾充满谜团。我这么想，也这么跟丽嫔说了。丽嫔听罢不敢相信，皇上待你好的像跟你情定3生似的，而且我早听说皇上喜欢聪慧女子，你也不算。要说美貌，能得到丽字做封号的她也是倾城级别的，所以丽嫔觉得皇上并非会被迷色所惑的人。我不同意，我只是聪慧的不太明显，大智若愚呢。那丽嫔宁愿相信她艳压全后宫。你之前竟没问过？我以为皇上第2天就该把我忘了，原也不是重要的事。这辈子能拥有健康身躯，我已经很知足。男人对我好，我受着；对我不好，我躲着，不抗拒，不主动。最重要的是不负责。下回你再见到皇上，问问他，看皇上今日这般待你，想必你直接问了他，也不会不悦。看在丽嫔送的玉镯份上，我答应了。丽嫔的运气不错，当天夜里皇上就将我传召了过去侍寝。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中午那顿御膳吃得好撑，去侍寝的话就得从头到脚梳洗打理一遍，这福气还是给别人吧。宣万岁爷口谕，着咸福宫西常在，
虚实到未央宫伴驾。在经历了10次日落后，我屈服了。仙女有点耐性，但是不多。这翻牌概率不知道，还以为全后宫死的只剩下我。雪牙和贡梅欢天喜地的为主子梳妆打扮。我到达未央宫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刚批完奏折的皇上从里间走了出来。他换下了龙袍，穿了深云风白的长袍，衬得他面容更是清冷俊美。嫔妾给皇上请安。过来。我起身迈步过去，就看见皇上抬手解开下汗处的盘扣。他有一双养得很好的手，干净修明，骨节分明。我不错眼地盯着皇上的手猛看，可惜皇上解了2个扣子就不解了。你在看什么？他扣住我的脑袋，双手捏着脸颊往上抬。妹有呀，妹在看呢。小东西一脸心虚。即便让皇上想破脑袋，也想不到我会盯着他解盘扣的手盯得心情荡漾。别发呆了，来陪朕下棋。我惊讶，皇上，嫔妾不是来侍寝的吗？天色还没黑透，你就这么着急？倒也不是，是嫔妾不会下棋。你爹没教你吗？朕记得你父亲也在朝中为官。我说还真没有。行，朕来教你，你过来坐下。他让我坐在他怀里，手臂轻松就能将我圈住。皇上您说吧，嫔妾用心听着。说完我就存了个档。我自知并不是很聪明的人，记性更是一般，未免把皇上惹烦，我事先存档，一旦皇上露出不耐烦的端倪，我就读档重来，单方面再听一遍教学。不出所料，第1遍我没听懂，那朕再说一遍。第2遍他用更简单直白的方式将围棋的入门规则掰碎了告诉我。第3遍、第4遍、第5遍，每一次他都在给我查漏补缺。在说到第6遍时，我信心满满的表示听懂了。很好，那我们来下一把。他收着劲儿跟我下，认真的放水。他刚满一抬眼，就看到一张嘴角快翘到天上去了的小人得志嘴脸。皇上，我小脸红扑扑的。莫非嫔妾是万年才得一个的下棋天才，让家父给耽误了？皇上就这，区燕斥皇上，我太狂了。皇上说不行，仙女看上去怎么这么欠呢？他轻咬后槽牙道：既学会了，也下高兴了，就来做点别的事情吧。结果这回轮到我不愿意了，我还想下。皇上，再来一把吗？皇上顿了顿，也好。第2把他不再放水，将我所执的黑子杀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的脸慢慢涨红，他轻笑：不下了吧？他以为我会拒绝，不料我却摇了摇头。嫔妾还想下。嫔妾不会轻言放弃的，坚持是嫔妾的棋道。拥有坚韧的品性，值得认可。皇上在心中高看了我一眼后，再次开始落子。不到一会，黑子再次陷入逆风。下一刻，棋盘上的棋子消失大半。他一愣，很快反应过来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。我居然用回溯时光毁棋。皇上，您快下呀！我催促。行。皇上落子的手依然很稳，内心却早已掀起狂风暴雨。谁能想到呢？堂堂仙女用这神仙本领来毁棋，毁棋之前还跟他一口一句棋道，坚持倒是真的坚持了，坚持赖皮。然而棋如人生，重生并不会使人智商变高，我的棋依然下得很臭。但他再一想，本就是消遣交流感情的玩乐，我又是初学者，赢我有什么意思？既然我这么想赢，那就让我如愿，再次假装不敌。嫔妾又赢回来了。我搁下棋，长舒一口气。西厂在果然聪慧。皇上昧下良心夸奖，嫔妾是有点锋芒外露的。早在储秀宫的时候，嫔妾在比试里就拿了第1名。虽然也是不断回档刷出来的，但这正彰显我坚持到底的美好品质。皇上收拾棋子道：朕还以为你没有胜负欲。对宠爱位分那么淡漠，却对棋盘上的胜负斤斤计较，我羞涩。可能是嫔妾在棋艺上有点天赋吧，就不想输了。神仙可快点收了您的神通吧，再聊下去他就要忍不住在心中不敬鬼神了。他牵起我的手，让我坐到榻上去，解开我的发髻。都说多思使人白首，而我的长发乌黑亮丽的，好像这辈子没思考过一样。皇上，我扬起脸，小鹿般的眼睛望向他。你为什么对嫔妾这么好啊？皇上闻言就一激灵，来了，仙女考验他的时候来了，幸好他早有准备。朕给你看样东西。他牵起我的手，领我到一旁的双面屏风前。屏风面向床榻的那一面绣的是常见的湖光山水，来另一面才发现别有洞天。屏风的另一侧绣了一个捂住心口、柳眉微蹙的女人，旁边则是落落长的诗赋，极尽赞美之能事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追求过女人，他追求的是权力，是更强盛的国力，是百姓的安居乐业。为了不引起我疑心，亦要给自己的行为打补丁，解释他突如其来的宠爱。这幅屏风和美人赋就是他打的补丁，他对他一见钟情，思之如狂。于是，一篇由皇上亲手创作、幕僚润色的古代彩虹屁横空出世，而美人图则由宫廷画师所作。这种艺术对现代人来说太过古早了，我一时没看明白。但是既画了女人，诗赋上又有大量的美字。根据我小学上语文课猜文言文意思的经验，这是一篇歌颂美人的诗赋。再结合我多年阅读白月光文学的经验，我悟了。于是我扬起脸，一脸凝重。皇上，嫔妾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皇上低头看我，两人的视线交汇。朕爱极了。
画上的姑娘，你明白朕的心意便好。明白，我可太明白了。作为10集《甄嬛传》观众以及替身文学的资深读者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皇上对我这么好，分明是因为我和画像上的姑娘有几分相似。嫔妾明白，这也是嫔妾的福气。我从来没把当替身当回事，只觉得写传、前任栽树，我乘凉。虽然我失去的是皇上的爱，但得到的是吃好喝好睡好的生活啊。朕原本还怕你心存芥蒂，怎么会呢？嫔妾很高兴。太好了，心意相通了。事前皇上想了非常多，但就是没想到过仙女会看不懂他写的诗赋内容。昨夜之后，皇上又连着召了我5天，之前的特权和优待都流于表面，这下却是实打实的得宠。就连前朝都听说了咸福宫的熹常在深得圣宠，云家首先成了热灶。云父是从7品的国子监主簿，平常在国子监干些无关要紧的杂活，因为他不善经营人脉，以往在国子监里都算没存在感的。如今因为我却在官场大大的出了一把风头，官宦女眷就没有这等顾虑，各种以前根本不会邀请云夫人的聚会，都向云府抛去橄榄枝。带着请帖而来的管家，使得云府门庭若市。云夫人既替我高兴，又替我担忧，两人的顾虑不无道理。有些下足劲想将我搞成罪臣之女的人，发现居然有点难度，因为云负担的本就是不重要的闲职，所谓能力越小，责任越小，愣是没能让他闯下什么大祸。哪有什么宫中岁月静好，全是家人在负重前行，后妃都怕在秋寿前闹事，惹了皇上不喜会被除名。等到了秋寿随行名单一出，6宫上下都松了口气。名单上皇后和淑妃都去，静妃留守宫中。嫔位最让人吃惊的，居然只有丽嫔位列其中，而同样随行的季贵人则被视作淑妃的功劳。在整个名单中，位分最低的我，反而没让大伙意外，皇上都亲自去咸福宫哄我去了，还能有什么好意外的？除非我本人出意外。这个念头盘踞在一小部分人的脑海里。出发秋寿前3天，季贵人身边的小太监趁四下无人，在雪崖回咸福宫的路上拦住了他。雪崖姑娘，季主子让奴才来带句话，不要往人少的地方走，万事小心再小心。一回到咸福宫，雪崖便将遇到的事情倒豆子般尽数说出。看来季贵人是记了上次的恩，才特地提醒主子。雪崖忧心忡忡地说完，看见自家小主对善和的兴趣更大，不由大跺脚。主子可长点心呢。我揭开其中一个食屉，发现今日的点心是甜烧梅。好，我今天就先吃点心。宫女再着急，主子要用膳，也只能在旁边伺候着。待吃了个8分饱后，我才徐徐道：我肯定会小心的，但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，终日惶惶不可终日，岂不是如了歹人的意，让他们动吓我？遇事我能回荡，即使是被推落水，落个10来次的，也该学会游泳。共眉笑言：主子心态倒是好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完膳再回答问题吗？遇事要镇定，学不来镇定，就强迫自己先做点别的事。恐惧和愤怒就像涨潮时带起的惊涛骇浪，待浪潮退去，事情的本质才会还原。既然主子心里有成算，奴婢就放心了。好在我在宫中算是不爱出门的，经常就在咸福宫里打转。秋寿前3日，更是除了请安族不出户。第2日，我从建章宫里出来，经过一条大路时，有一个太监走了过来，见面先扬了笑脸。奴才是在长乐宫伺候的，主子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听到长乐宫，两人皆是吓了一跳。长乐宫只有一位主子，那便是太后娘娘。对嫔位以下的妃嫔来说，可能只有大年大节的时候，才能远远对这位主儿跪拜，平常根本没机会见到的。太后娘娘传召是为何事？我并没有全然相信对方，先存了个当。奴才倒是想告诉小主，可太后只说了要传小主来，并没有告诉奴才具体的事儿。他一顿催促道：要不是领了懿旨，奴才也不敢拦小主的路。误了太后娘娘的事儿，谁也担当不起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如果真是太后传他，那的确不能耽误；如果不是，那就独当再想想如何应对。